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啊。古时候呢，相传各路王侯相将呢都前往昆仑山呢，将玉石大批的运往中原。那这里呢就是于田古国，在这里还发现了远古外星巨石文明的遗迹，种种迹象表明呢，于田国曾经是圣经中的伊甸园，而诺亚方舟曾经就在这里停靠。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于田呢，位于今天的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南部，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在1901年呢，一支来自塔克拉玛干的骆驼队伍在沙漠中行进，领队的呢就是一位叫做斯坦因的英国人，他是一位地理学家兼考古学家。当地的居民呢称塔克拉玛干为进得去出不来，意思是这是一片可以进去却无法离开的沙漠。而地处于新疆南部的塔克拉玛干是全球第9大沙漠，其危险性极大。它有一个很恐怖的地方呢，就是狂风可以将这个沙丘吹得跟着走，狂风所过之处呢，黄沙滚滚也就跟着过去了。这对于旅行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有可能在你睡觉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被沙子吞噬。斯坦因呢就知道这一片沙漠底下一定会有什么宝物，所以他呢继续的就在这一片沙漠中探索。就在这个时候呢，一座土丘突然出现在了他的前面，他非常激动的大吼一声急忙就和自己的部下呢就冲到了斜坡上，却发现呢这根本不是什么斜坡，而是一座被沙子掩埋一半的宝塔。斯坦因看了一下四周，还发现了这是一座类似于巨大的宝塔建筑群，建筑规模宏伟。在2012年呢，一个叫埃米拉的意大利物理学家，他在谷歌的地图上也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图形。他的业余爱好呢，就是研究古遗址的卫星照片。他就发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边的边缘之上，有一些神秘的点状的网格分布像的棋盘形状，一个接一个，大约有50米宽，延绵了好几公里。但是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这一地点是有建筑的。而埃米拉猜测这些建筑密布的这个地点很有可能是一些小型的洞穴或者是土丘，但是呈现这么规则，它不可能是动物留下或者是自然形成的嘛，一定是人工建造的。于是埃米拉就想难道这些建筑就是远古留下的遗迹吗？再一查，他突然发现这些网状的东西和一个叫米兰古城遗址地方非常接近。那在这种沙漠地带的表面出现这种几何造型又用途不明的东西那既然不明白，很有可能呢就不是人类文明所留下的遗迹而无独有偶，在新疆的阿尔泰山的一个洞穴里面就布满了岩石壁画，作画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万到2万年前，而画的内容包罗万象，其中有一大幅呢是大家想象不到的。这幅画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火箭或者是飞碟正在起飞的一个造型。难道说沙漠中真的有飞行器的起降平台吗？是因为这种画面被当时的人目击之后以原始的方式就画在了洞穴的墙面上吗？记不记得宇哥之前讲过的一期天龙星人他们是最早来到地球的，时间呢也刚好是在2万年前左右，而且他们在地球的各地呢都建立起了巨石文明，就是与这里出现的这个巨石文明和壁画上的时间呢不谋而合。而于田呢还是圣经中的伊甸园，诺亚方舟曾经就停靠在这里吗？自古以来呢，有关于伊甸园的神话传说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深深地吸引着人们。最近呢，有学者就提出于田呢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伊甸园的地点，因为古籍中记载伏羲女娲为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1960年，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古墓群中的唐代古墓中就出土了20-30幅古老的伏羲女娲图，所以中国称为伏羲女娲，而基督教称为亚当和夏娃，伊斯兰呢称为阿丹和好娃等等。那有关于他们的传说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呢，我们以下统称为亚当和夏娃。传说神呢是一个男性，当时他克隆了自己，克隆的产物呢就是亚当，然后亚当又被克隆，就出现了夏娃。最初呢他也是男性，因此亚当和夏娃长相极为相似，这就是我们民间所说的夫妻相。那么与伏羲女娲也很相似因此古兰经就说真主没有孩子，而基督教说三位一体。后来呢，一个与神对立的生物龙，又或是叫蛇，在圣经里称为伊布里斯，他呢就拉拢夏娃，偷吃了含有高效荷尔蒙成分的禁果，就变成了金果女性。而龙的传人的说法由此而来。夏娃变成了女性之后，自然而然就和亚当结合，并怀了孕。因为孩子是无罪的，因此神并没有处死夏娃。考虑到女性不符合神所在地呢伊甸园这里的游戏规则，所以神就把他们流放到了另一个环境适宜的地方。那么为了纪念老家伊甸园呢，亚当和夏娃将这个新的家园也称为伊甸园。
圣经上就说神就是照着自己的样子造了人，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那么伊甸园一定是按照他所住的这个天堂乐园而设计的，即伊甸园一定有4条河流涌出，因为圣经说有河从伊甸园流出来，滋润了那园子。那么就有专家认为呢，新疆的塔里木河呢，就是雄居地球之巅而享有万山之祖，又称为帕米尔高原里面而流出来的，而那个地方呢，就是于田国。圣经说河从那里而分为4道，那么在于田国那边也是分为4道。第一道呢叫比逊，它是仿照天堂乐园中不变色的河水而设计的，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里的金子是最好的，在那里还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叫基训，它是仿照天堂乐园中不变味的奶河而设计的，是环绕古石全地的。第3道河名叫西底节，它是仿照天堂乐园中浓烈的酒河而设计的，流在亚述的东边。第4道河是伯拉河，它是仿照天堂乐园中纯净的密河而设计。圣经在记载诺亚方舟的故事的时候就说，7月17日呢，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在1973年，美国利用人造卫星侦察前苏联在南翼高加索地界部署的飞弹的情报的时候极其偶然的就拍摄下了终年冰封的亚拉腊山峰上有一块庞大极其明显的长方形的异物。由于圣经记载诺亚方舟正是停泊在亚拉腊附近的地方，所以此处极有可能就是诺亚方舟的遗址。而水经注中记载呢，切莫河东北流呢，经且莫北，又流而左汇南河，汇流东势，通为驻宾河，驻宾河又东经鄯善国，所以方舟停靠的亚拉拉山呢，或伊斯兰说的朱定山，其实呢都是伊甸或者是于田的不同发音而已。因为在尼亚河中的尼亚或诺亚的发音都相似。在圣经中记载，有一年连续下了40天的大雨，滔天的水呢，在塔里木盆地的东边就形成了面积为2万多平方里的罗布泊。洪水呢，使居住在新疆民丰县尼亚河流域的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尼亚夫妇以及他们的3个儿子以及3个儿媳妇8人幸免于难。因为他们住的木头房子特别结实呢，经过了40天的大雨后，木头房子被洪水整个飘起。在水上浮了110天之后呢，即1月10日，木头房子就飘到了罗布泊的南岸。上岸后呢，诺亚将舍不得吃的一点点大米呢熬成了稀饭，后来这一天就成为了阿树节。新疆的回民在这一天喝稀饭，以此纪念。这一天正好就是现在的农历大年30，因此呢，汉人有喝粥的习俗和吃饺子的习俗。那么饺子呢，就是诺亚方舟的模型，意思呢就是要把象征诺亚方舟的饺子吃掉，寓意着祈祷我们不在需要诺亚方舟逃命，祈求平安。而尼亚夫妇以及儿子儿媳呢，他们漂流的木头房子呢，终于停了下来，就在罗布泊南岸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今天新疆米兰的古城。于田国呢，与敦煌的文化经济往来十分密切。在敦煌的莫高窟第98窟就会有关于于田国国王以及夫人的家族画像。在中唐的第154窟南壁中就会有其建国的神话故事。故事说，从前呢，古印度天竺王阿育王在未崇信佛法之前是个残暴、蛮横、野心勃勃的国王，经常带领军队呢侵略别国，掠夺财宝。一天呢，阿育王率领众多军队，带着宠爱的妃子浩浩荡荡的向北方前进。他此行呢有2个目的，一呢为扩展北方疆土，二是游山玩水。当他们翻过雪山来到于田时于是就见到了这里气候温和，水草茂盛，人烟稀少。海子边上呢还住着一些人家，一打听呢，原来是阿育王臣民的后代。因先祖反对国王呢，当时他们这些臣民被驱逐出国于是呢，大家就越过雪山来到此地居住。其中呢有大臣、将军婆罗门、相士、百姓，各种什么人都有。而恰好在这个时候呢，阿育王的宠妃怀胎10月就要分娩了，于是生了一个小王子。阿育王虽然王妃妻妾成群却未生下王子，因此十分高兴半月之后呢，就请来了当地相士呢，为小王子占卜看相。而相士的先父也是因为得罪了阿育王，有的被流放到了这里，因此呢，对国王恨之入骨，就想要让阿育王后继无人，断子绝孙。于是他知道阿育王脾气暴躁，如果要是说坏话的话，被国王识破呢，性命肯定难保。于是这个相士装模作样的就想了半天才摇头晃脑的跟阿育王说：“恭喜大王，贺喜大王。”那阿育王说：“喜从何来呢？”他说：“小王子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天生帝王之相，将来长成大人，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太子。不过……”这个相士欲言又止，阿育王就问：“不过什么呀？有话直说。”他说：“讲出来，请大王恕罪。”大王说：“我恕你无罪，快讲。”相士就说：“小王子如果长成大人，将来武艺比你高，治国的手段呢会比你强，
杀人比你狠，领地的扩张呢比你多，国力权力还比你大。于是阿育王立刻打断了项氏的话，让他住口。气愤的就问道：难道他还要夺取我的王位不成吗？项氏就说：那可说不定啊，自古以来弑父夺权比比皆是。而骄横惯了的阿育王呢，就容不得任何人对他不公。听了项氏的胡言乱语深信不疑，心中妒忌之火就中烧了起来，就恼恨这个小王子将来有可能会夺取他的权位，胜过自己，而下令就将这个小王子扔在此地，不许带回宫中。尽管小王子的母亲苦苦哀求呢，哭天喊地，而阿育王硬是置之不理强迫他一道返回了本国。被扔在草地里的小王子饿得直哭。可此地人烟稀少，无人听见。即使有人听见，也因与阿育王仇恨太深也不想怜悯他。谁知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天清早呢，小王子被眼前的土地下面忽然隆起，而喷出了香甜的乳汁，正好就射入了小王子的口中。而这个婴儿呢，就靠着吸大地的乳汁，终于活了下来。人们都叫他帝乳。当时呢，东土有一个汉帝国，帝王养了999个儿子，再多一个儿子呢，就整1000个儿子了。而掌管北方的天王毗沙门见帝乳长大到5、6岁，无人教他学习呢，便化作一个长老带帝乳来到了汉帝国，让国王收他为义子。而汉帝国王见到帝乳相貌不凡，仪表堂堂呢，就高兴地收他为义子，完成了养1000个儿子的心愿。帝乳同其他的王子一起读书识字，练习武艺。由于他天资聪慧呢，读书过目不忘，学习呢武功招式一学就会，而受到了汉帝王的爱戴，视为亲生。由此呢，好事就变成了坏事就招来了其他王子的妒忌。有一年春天呢，这个汉帝王举行国庆狂欢，万民皆乐，热闹非凡。但诸王子休假过节，尽情的玩耍。在嬉戏打闹的时候帝乳失手打疼了一个王子，那个王子便恼怒起来嘴里不干不净的就骂到他，说你这个没娘的娃，野孩子，竟然打我。其他的王子原本不服气，这时候也趁机起哄都手指帝乳七嘴八舌的都骂到他说：对，你就不是母后亲生的，是捡来的，你是个假王子，你不是汉帝国的人。而从未受过屈辱的帝乳呢，气得目瞪口呆，流下了屈辱的眼泪。他立刻跑回宫中，找到汉帝王呢，就问父王说：儿是你捡来的吗？帝王就说：不是你是真的王子。于是帝乳又问：那我是汉帝国的人吗？帝王说：谁说不是呢？他说：众兄弟都说我不是他们骂我说我是捡来的，是假王子，外族人。帝王就说：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而帝乳说：无风不起浪，众王兄都骂此话，肯定有根据的望父王呢讲出实情。在帝乳的恳求下呢，国王是否真的将实情告诉他，此刻犹豫不决。帝乳就跟父王说若不告诉我真相的话，我就不进食了。国王于是不能眼看着心爱的儿子命丧黄泉呢，所以汉帝王无奈，只好把帝乳出生的前后经历就告诉了。于是帝乳说父王，你虽是养父，但把我视为亲生，十分感谢你的养育之恩。我决定离开父王，到我的出生地去。国王就问：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离开我？我不想让你走。而帝乳就说：因为父王已有诸多王子，将来难免要争权夺利，我不想与众王兄争权王位，要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的那面我去建国立业，请父王恩准。国王仔细一想帝乳说的也有道理，于是呢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就这样呢，帝乳王子就带着国王配备的谋士、将领、军队、钱财等辞别了汉帝国，向西进发，就来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于田。于是帝乳国王呢计划建造一个都城，都城建在什么地方好呢？他就发出了通告，请知晓地理的人献策。当时呢，有位涂炭道人呢自动接榜接见国王，说他懂地理知道都城建在何处风水最好。而帝乳国王令他去选址，涂炭道人身背一口大葫芦，里面装满了水，来到了一块平坦的草地上呢。道人就说这里是风水宝地在此建造都城将会国泰民安，固若金汤。现在我倒水画线，以此筑墙。说完呢，他将葫芦中的水边倒边走，画完了1周后又重新的开始倾倒。水倒完之后呢，他突然飞跑起来，越跑越远，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帝乳国王就认为这应该是仙人指点，下令呢就依照这个道人撒下的水迹修建城墙。之后历代国王都以此为都城，此城墙虽不高呢，但自古以来从未被敌军攻克过。这个新的国家呢，名字就叫于田国。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呢，维吾尔语里面还有2种含义，一个呢是过去的家园的意思，第二个呢是地下埋有珍宝的地方。这2个含义都说明呢，塔克拉玛干曾经是人类过去的家园，即有可能就是伊甸园。于田是不是伊甸园，亦或是其他的意思还有待历史进一步的考证。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